别人都以为你是个出来卖的，可实际上你的工作内容就是给女客户提供情绪价值。可相处的久了，客户们却纷纷动了情。这天，你来到沿江市大剧院外，翻开手册，上面一行字：火灵儿，女，24岁，戏曲演员。这是你的第4个客户。事情的起因是1年多前的某天，风雨交加，你累得身心俱疲，随便找了个亭子休息，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吵闹声，抬头一看，是不远处的戏台子上有一眼，大雨倾盆，底下却没一个观众，台上人却依旧唱念作答，戏开腔，八方来听不能停，这是老祖宗的规矩。你想了想，撑着伞走到观众席，听完了整场。梨花开，春该雨。演唱结束的时候，一个穿着戏服的姑娘却拦住了你。我唱的好吗？你点头，唱得很好。戏服姑娘有点失望，又是这种客套话。沉默片刻，你补充道：我看到你被雷声吓得手有点发抖，但你的声线没有颤抖，所以我觉得你的基本功很扎实。微微一笑，你会抽角儿的。话音落下，少女双眼瞬间爆发出希望的光芒。能说出这种小细节，说明她真的认真听了。拉住你的手，连声说谢谢。我叫火灵儿。第二天，你接了一个电话，那头的人要求你每周日晚上去剧院看火灵儿的戏，并写不少于1000字的戏曲分析，为他加油打气，让他不要放弃。报酬一次4000块。接下来1年，火灵儿已经上出名头，在圈内颇具声誉。这会儿的他正在剧门口等人，抬头看到你的一瞬间，眼神亮了。小凡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。笑了笑，火角的场我总会来的。对了，你上头写的戏剧分析我看过了，里面很多小细节我平时都没注意到，很谢谢你。你心里想着，不用谢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一次4000块钱呢。不过你还记得，在上次的戏曲分析里，故意掺进去了100字的游戏攻略，他却没提，那也就是说压根没看呗。不过无所谓，给钱就行。脸上却崇拜道：我今天坐车来剧院的路上遇到了几个观众，他们都夸你唱得好，说你以后能拿梅花奖呢。火灵儿愣了下，展颜一笑：梅花奖是戏曲工作者们的极高追求，没人不想得到，他们觉得是他们，那你觉得呢？你握起拳头，你在我心里已经是了。火灵儿捂着唇轻笑：那可不，好话谁都爱听，也不怪皇帝喜欢奸臣。不久后，戏曲开唱，一场戏敲锣打鼓演下来，主演卖力，观众给力，谢幕时满堂喝彩。这会儿你也在 A4 纸上写满了戏曲分析，都是 AI 自动生成的。等散场后来到后台，将 A4 纸对折放到桌上。今天唱得更好了，我都看不出毛病，只能夸夸你了。火灵儿面笑了：真有这么好吗？拉住你的手，跟我来。画面一切，戏台上这一盏照明灯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又不知道要发什么疯。喵的，这群女客户是真的有病，还病得千奇百怪的。有什么事赶紧说，说完我走了。但脸上嘛，火角儿是想给我这个忠实戏迷来个单独返场嘛？对呀，平时你都是听我唱戏，这次我给你唱首歌。看你这个愣头青，被自己迷得找不着北，少女心中是个讽刺。师傅说，唱戏时一颦一笑都要迷人心魄，要做到让不喜欢你的人看你唱戏也能不自觉被吸引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自己长这么漂亮，一见钟情的不在少数，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只有这家伙不一样，那天在一眼上见面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波动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男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1年来，虽然是他花钱才让对方进入妓院的，不过嘛，这个家伙看我的眼神已经越来越炽热了。呵呵，男人不过如此，被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还丝毫不察觉。现在嘛，本小姐有点腻了。今天之后，她不会再付1分钱。她相信，按照现在你对自己的爱，就算是交易终止，依旧会每周日主动来剧院，风雨无阻。男人啊，真是无趣又好猜。当初的眼神多淡定啊，现在不知道被吊车敲嘴了吗？梨花开，春带雨，梨花落，春入泥，此生只为一人去。离开大剧院后，你有些失魂落魄，万分懊悔。哎呦，我怎么没录下来呢？火角儿唱戏的片段多见，但唱梨花颂的场面也仅此一次啊！要等以后他火了，可以卖给他粉丝看呀。现在好了，既浪费了10分钟，又没得到报酬，血亏。这时电话响起，喂，是我，立刻作证，听说这声音就是当初雇你的人，刚才搞了一出戏他唱歌，现在又打电话过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今天你去看戏了？去看了，也写了小作文，亲手交给他了。那就好，我是来告诉你，钱我已经打进你账户里，今天之后我们的交易就结束了。这句话说完，电话里外的人都陷入了沉默。1秒2秒，好的，老板，还有事情吗？那边顿了顿，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想说些什么？你挠挠头，哦，懂了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财源广进，生活美满，永远不死。你电话被挂断，你眉头紧皱，神经病啊！这又生了什么气啊？看了眼1000块已到账，果断那黑。与此同时，沿江大剧院后台，火阳哭丧着脸，姐，他真这么说的？火亮点点头，知道了。姐，你说他下1周还会来吗？火亮忽然一笑，
他会来的。火阳后背汗毛直竖，他早已认清现实，自己的这位姐姐就是个外表清雅、内心腹黑的魔鬼。每一次他露出这个笑容的时候，就代表有人要倒霉了。不过我看他电话里有点太淡定了。我小时候答应你的时候，你总是10分钟以后才会哭。姐，你的意思是那小子悲伤过度，人傻了？难怪呢，你唱戏的时候，他看你的那个眼神。特别那个，那小子肯定喜欢你，呵呵。下周一想到他拿不到钱，还得写小作文的样子，我就想笑啊。但火阳还是有点想不通。不过姐，你干嘛非得跟这小子较劲呢？他看着挺青涩老实的呀。火亮没有回答为什么嘛，他也说不清，只是当时雨中少年的眼神太过平和安宁，他想看一看少年的心是否也会一样坚定清澈。可现在看来不过如此。真没劲！镜头一转来到中心医院，真名医生推门进入病房，看向上面的病患。肖爷爷，今天小凡还没来啊？说是在路上呢。肖凡可真是孝顺呢，可不是嘛？真名笑了笑，开始检查老肖头的状况，眼前就不禁浮现一张稚嫩面孔。3年前，他开了民间孤儿院激活，在把孩子们都救出来后，他不仅严重烧伤，又检查出了癌症，眼看就要放弃治疗。是肖凡交了天价治疗费，硬生生把他的命从阎王手里抢了回来。这些年医药费零零碎碎的，根本数不清。不敢想象一个小屁孩从哪儿赚来的钱，是不是在做一些灰色地带的事情？哎，有些变态的人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青涩俊秀的小男孩。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只找苦命人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做实验的公孙雅柔打了好几个喷嚏，揉揉鼻子，哼，肯定是肖凡那小子在想我，他真的好爱我。这会儿你也到了医院，真明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经过3年的医治，老爷子的身体终于恢复过来了。再经过一阵子观察，如果指标正常的话，就能出院了。预计6月份。没错，当初你被遗弃在村里，只靠救济活着，每天穿得脏兮兮的，同龄人不跟自己玩，老师也不喜欢。要不是爷爷把你接到孤儿院，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。算了一下手头的钱，等到了6月份，钱就差不多攒够了，到时候正好毕业，也是时候彻底跟那些神经病女人说拜拜了。自由，我来啦！另一头1周后，火灵儿和弟弟火阳去花鸟市场买东西，可在一家店的拐角，火阳突然看到姐姐愣住了。他看到了什么？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少年，旁边站着个禁欲虚姐。火灵儿的声音带着冰冷，那个人像萧凡吗？火阳仔细一看，距离有点远，没看清楚脸，但姐姐和小狼狗倒是挺般配的两人。可片刻后，火灵儿转身走了。哎，姐你怎么走了？等等我啊！你不是说那个人是萧凡吗？火灵儿头都不回，他们两个亲了。萧凡喜欢我，不会跟别人这么亲密。走吧，今晚我在剧院唱戏，会看到他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当晚，一条新闻登上热搜，知名戏剧演员火灵儿戏唱砸了。此时的剧院后台，火阳在门口送工作人员们一个个离开，他每走一个就拍拍他肩膀，以示鼓励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希望你能劝好你姐姐。娘嘞，火阳对方人都要跪下了，我真的不行，你们别丢下我啊！他是真的想死啊！谁能想到，从没出过错的火灵儿，居然会在这么熟悉的曲目上没上去啊！颤颤巍巍靠近，姐，明明灯光那么足，但姐姐好像马上要碎掉了。我看到网上的评论了，大家都不怪你，他们都能理解你的。萧凡为什么没来？你以前在这个地方从没出过错的，这次真的是个意外。萧凡为什么没来？妈妈说你心情不好的话，可以回家吃饭聚一聚。萧凡为什么没来？火灵儿就跟个 NPC 似的，只重复这段话。火阳是肠子会清了呀！平时姐姐唱这段戏，就跟吃饭睡觉打欧兜兜一样简单。不是，怎么现在？那个姐，我给萧凡打电话了，那边好像没接。火灵儿斜了一眼，是打不通还是拉黑了？他曾信誓旦旦认为你爱上了他，并认为你今晚一定会来，以后也是。可现在现实直接扇了他一巴掌。戏台上，当他第一次看一下观众席时没有你，他有点疑惑；第2次没有你开始生气；第3次他心慌了。这一慌，错误油然而生。每次在观众席偷偷给他竖大拇指、鼓掌欢呼、言示肯定的人不来了。这一刻，火灵儿突然悟了，原来不是萧凡离不开他，而是他离不开萧凡啊！他已经习惯了那种心安的感觉。忽然冷笑一声，火阳吓得汗毛倒竖。那个姐，要不我换个手机打？按一下号码拨过去。是萧凡吗？不是，他死了。萧凡死了？你抿了口咖啡，换了个声线，也不能说是死了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买这个号码的时候就是空号啊。没错，协议终止，买卖两清，不如直接让火灵儿死心。做这行最忌讳的就是感情上的纠缠，这会让你少赚很多的钱。你没事的话，我就挂了，很晚了。挂完电话后，你叹气，人啊，真的就是挺贱的一个东西。跟火灵儿的相识，从头到尾都是他一时兴起弄出来的一个乐子而已。你的存在不过是他富贵人生里一个有意思的玩意儿。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对不起他，或许从最开始的时候，看到戏台上意气风发的他，会有几分触动。可在得知他只是把这当成逗乐的时候，仅有的几分触动也消失了。
就这么结束吧。两清了，深吸口气，有点疲惫。我不是你们这些富哥富姐，感情充沛无处发泄，我是来赚钱的呀，妹妹。这会儿电话响起，看脸聊天头像是客户之二冷若雪，搓搓脸，打起精神，扬起笑容接听电话。晚上好。另一头，霍灵儿呆滞坐在桌边，眼神死死盯着手机，跟雕塑一样。霍阳人都麻了，不是这他喵都什么事啊？早知道就不该帮着老姐整那小子。现在好了，大家全部开心了。那个姐姐啊，人家换号码不是很正常的吗？那人就是胡说的，谁说他死了的？不过那小子也够无情的，说交易结束了就真的不来了，真是个眼里只有钱的狗东西。霍灵儿默不发声，眼眶酸得发红，碰了心口。他承认刚听到你死消息时心跳骤停，原来自己比预想中更在意他。想起以前的每一周，哪怕是暴雨，观众席稀稀拉拉的都做好收留那家伙请假的准备了。可每他登台，那个男人就像一棵白杨树似的，永远伫立在观众席，永远在他看过去的时候，给予最温暖的肯定和信任。霍灵儿心想，他完蛋了，他把自己给玩进去了。你还有肖凡别的联系方式吗？霍阳是真的难说吗？飞，这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怎么找啊？姐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吧，他不来那是他没品位，咱们等以后红透半边天，后悔死他。可火角儿的声音依旧冰冷，我有钱，这他来我给他钱。霍阳灵光一闪想到了，对了，他不是每周都会写小作文给你的吗？里面会不会有相关信息啊？可惜我只看过1、2篇，姐你看过吗？霍灵默然，愧疚感淹没了脸庞。他没有，我以前只想逗逗他，我没觉得他一个外行能给我提什么有用建议。霍阳翻了个白眼，喵了个咪的，造孽吗？飞！一阵飞扬倒柜，总算是找到一些。霍灵儿看着其中几篇，嘴里扬起，里面几乎是你绞尽脑汁在夸他，还提出了一些小细节。透过薄薄的纸张，仿佛能看到你满心欢喜写字的模样。可看到一半时，突然抬头问了句：“第五人格启动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哦，那是不对，一把夺过，居然在一大篇小作文里夹杂了100-200字的游戏攻略。姐，这是哪一周的？霍灵儿意识到不对劲了，上周的。那上周他写的呢？他上周问你了吗？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？霍灵儿耳朵遭雷击，我说他写的很好，提到了很多小细节，对我帮助很大。他当时没有任何反应，还在笑。霍阳沉默了，完了，真完了。那题最近写的分析小作文，慌张扫了2行，再也没有了之前那种真诚。这全都是 AI 生成的呀，姐，他应该故意是在小作文里掺了这点游戏攻略，就看你是不是真的看了。可是姐，你骗了他，他发现你没看过后就改成 AI 了。霍灵儿身体晃了2下，跌到在地。可上周他明明没有任何异常的呀！晴天霹雳，一道雷电划过。原来小凡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对他完全不是认真的嘛。记得当时自己还给他唱了首歌，当时少年眼里是笑着的，可他心里是在想什么？他心里还在笑吗？霍灵儿只感觉心口好痛，眼泪就滚了下来。原来他不是因为钱不来的，而是被我伤了心啊！